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微塑料系列节目的第二期。上次呢，我们是深入探讨了关于微塑料的一些基本问题啊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，但是会呢带来一些新的内容啊和一些令人振奋的发展吧。首先啊，我们再回顾一下微塑料的定义啊。记住啊，微塑料呢就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。它们可能来自于大块塑料的分解，也可能呢是直接制造出来的，比如我们化妆品中的这个微珠。那上次节目之后呢，有朋友就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：RO 的滤芯能不能过滤掉微塑料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。RO 啊，也就是说是反渗透滤芯啊，确实是能过滤掉大部分的微塑料。一般的这个反渗透膜孔的直径呢是在0.0001微米左右，而大多数微塑料呢实际上都比这个大的很多。那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概念啊，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物质的这个大小啊，比如说水分子，它大约是0.0003微米，一般的细菌呢是0.2到10微米之间，病毒当然更小了，病毒大约是0.02到0.4微米。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啊，最大的是5000微米啊，那小的呢，可能也在10几个微米甚至更大之间。当然了，这个理论上 ，RO 滤芯啊，它可以过滤到大多数的微塑料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不是说它能过滤到所有的微塑料，因为实际的这个使用中啊，滤芯啊可能会把它有一些微小的损坏，它的膜孔啊，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吧，这个过滤效果会下降啊。这就是我们说这个 RO 滤芯它是管用的啊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关于微塑料的这个和水过滤内容呢，我们今天啊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宏大的项目，叫 Ocean Cleanup 啊。这个项目啊，可以说呢是当前啊应对海洋微塑料污染的一个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吧，算是啊。那 Ocean Cleanup 啊，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官网的网站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个非盈利的海洋环境工程组织，总部呢设在荷兰。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开发这个技术来清理海洋中的塑料污染，同时呢，在塑料进入海洋之前，就在河流中呢就捕获它们。这个项目的起源其实很有意思。2013年吧，有一个叫博扬斯拉特的这个荷兰小伙子，他创立这个组织。当时呢，他才18岁啊，想象一下，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决定要清理太平洋的垃圾啊，这听起来呢有点像科幻小说啊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小伙子博扬是很认真的。事实上呢，他的灵感就来自一次潜水的经历。他在希腊潜水的时候啊，爱琴海啊，他被海中的这个塑料垃圾给震惊了。那时候他就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清理掉这些垃圾呢？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呢，最终演变成了 Ocean Cleanup， 就眼前我们背后的视频这个项目。那么这个 Ocean Cleanup 它是如何工作的呢？他们的方法呀，主要分为2部分：海洋清理和河流清理。我们先说海洋的这个清理系统，他们最新的系统呢叫 System 03啊，它是一个巨大的 U 型的浮动屏障，我们看到了哈。那么长达1750米，你想象一下，这相当于17个足球场的这个长度。那这个系统呢有2艘拖船啊，拖动2艘啊，以大约1.5节的速度吧，在水面上缓缓移动。这个 U 型屏障呢，工作原理就很简单，它就是利用海洋洋流的自然力量，来收集塑料垃圾。塑料片呢被引导到系统的中心，然后呢被收集起来。整个过程中啊，它非常注意呢，不要伤害到海洋生物啊。系统配合了这个水下摄像头，如果发现有海洋动物靠近，会立即打开一个特殊的安全舱口，让动物安全通过。所以这个 Ocean Cleanup 它的目标啊是相当远大的啊，他希望到2040年吧，能够清理90%的海洋漂浮物的塑料垃圾。这个听起来像是不可能完成任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以说令人鼓舞的进展。从2021年7月吧，他们的系统呢叫 System 002啊，绰号叫 Jenny。那么在一次测试中啊，就收集了
28000公斤的垃圾啊。那么到了2023年的8月，Ocean Cleanup 呢已经从河流和太平洋的垃圾袋中呢清除了大约1580万公斤的塑料垃圾啊。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够大啊，但是考虑到海洋的广阔呀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啊。但是 Ocean Cleanup 呢，它并不是只关注海洋，他们已经意识到啊，就是河流啊，这个他们要真正解决问题，需要从源头开始啊，这就是他们的河流清洗系统啊，叫 Interceptor 啊。那这个 Interceptor 呢是一个太阳能驱动的自动化系统啊，设计呢它就是用来捕获和提取海流、河流中的这个垃圾，主要就是化学，就是漂浮物。其实它的工作原理也很聪明。首先呢，它是有一个屏障，会引导垃圾啊朝向这个 Interceptor 的这个开口，然后呢，一个传送带，看到会把这个垃圾呢输送到6个垃圾箱中。当垃圾箱快满的时候呢，系统呢就会自动发送消息给当地的操作员，他们操作员呢就会来清理这个垃圾箱啊，这样的。所以这个系统啊已经在很多个国家部署啊，包括印尼呀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多米尼加等等。那每个 Interceptor 的都经过特殊设计啊，以适应不同的河流的特点。比如在危地马拉这样的这个环境里边啊，拉斯瓦卡斯河是吧？他们就开发了一种叫的 Interceptor Boracay 的这个新型号啊，专门用来处理每天可以携带1万公斤垃圾的这个高通量河流，污染太厉害，需要一个大的。所以 Ocean Cleanup 啊，它的工作呢不仅仅是清理垃圾啊，他们也在这个就是进行一些科学的研究啊，比如说他们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这个海洋考察，收集塑料污染的数据。2015年啊，他们组织了一次称为叫Mega Expedition 的大型考察活动，有30多艘船参加覆盖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啊。据说呀，这次考察收集的这个数据呢，比过去40年的总和还要多。所以他们就发表了很多篇的科学论文，研究塑料呢在海洋中的分布啊，河流的这个塑料输入情况等等。所以这些研究啊，它就不仅帮助了这个他们改进自己的清理系统，也为整个科学界提供了宝贵的这个数据啊。所以 Ocean Cleanup 呢，后来他们甚至还开发了一个 App 啊，让普通人呢也能参与到海洋塑料调查的这个工作中来啊，任何人呢都可以使用这个 APP 呢报告他们所观察到的海洋塑料污染情况。所以这是一种公民科学的方法，它不仅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，而且也能提高老百姓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知。但是这个项目运营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是需要大量资金的，所以 Ocean Cleanup 呢主要是通过捐款和赞助来获得这资金。那他们的支持者呢，包括一些大的公司和知名人士啊，比如说航运巨头马士基，还有微软的 Salesforce 的 CEO 马克贝尼奥夫，以及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等等等等，都是一些大神们啊。2019年他们获得了麦格里集团基金会1000万澳元的奖励。2022年呢，他们又与起亚汽车签署了一个7年的合作协议。最近呢，在2023年吧，他们还收到了 Airbnb 的创始人 Joe Gebbia 的2500万美元的捐款，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私人定向捐款。所以 Ocean Cleanup 还尝试通过创新的方式筹集资金。比如说2020年吧，他们就推出了一款特别产品太阳镜。所以这个太阳镜呢是从海洋垃圾袋中回收的塑料制成的，那么生产了21000副这样的太阳镜，每副售价200欧。所以这个产品呢不仅帮助他们筹集到了资金，也向公众展示了海洋塑料可以被循环利用尽管这个Ocean Cleanup 取得了这样的成就，但是他们也面临不少的挑战和质疑。那一些科学家就对他们的方法、可行性以及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提出了质疑。那有人担心呢，
他们的设备可能会杀害海洋生物，特别是一些生活在海洋表面的小生物。所以 Ocean Cleanup 表示啊，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一直在监测他们的系统对海洋生物的影响。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？海洋中的塑料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啊，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太平洋垃圾带中只占所有海洋塑料的一小部分。有专家估计啊，不到5%的海洋塑料污染呢，最终才会进入这个大垃圾袋。那还有个问题呢，就是成本效益比。2022年啊，Ocean Cleanup 每清理1公斤塑料的成本是49.4欧元。那这个数字啊，在2023年才有所下降，降到了5.22欧元每公斤。虽然是有进步，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改进空间的。所以尽管面临了很多挑战的这个 Ocean Cleanup 他们还在不断的改进他们的技术，扩大这个检测范围。那他们的努力呢，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塑料污染的这个问题啊，就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他们的项目啊，提高了我们全世界对海洋塑料污染这个问题的认知啊。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呢，还是要尽量减少塑料污染啊。我们就是说白了，就是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。这个昨天说过啊，比如说自带购物袋，不用塑料袋啊，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等等，比如不买塑料瓶装水，避免使用含有微珠的个人护理品。另外呢，就是正确处理这个塑料垃圾回收啊，按照规定进行分类回收，不随意丢弃这个塑料制品。因为每一个被随意丢弃的这个塑料袋或者塑料瓶，都可能最终变为数以万计、百万计、亿万计的微塑料颗粒。好吧，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微塑料的一些第2期的一个情况啊，讲了这个 Ocean Cleanup 这个项目。Ocean Cleanup 这个故事啊，告诉我们呢，即使我们面对看似不可能完成任务，只要有创意、决心啊和团队合作，我们也能取得一定的进展。虽然在清理海洋的这个所有塑料啊，可能比愚公移山要难很多，需要很长时间，但重要的是要开始行动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